大家好，今日係2024年嘅9月10日，即係咧估唔到啊！呢幾日咧，我又花時間咧係睇咗呢個 Netflix 嘅電視劇集《地面師》，咁啊睇咗7集嘅《地面師》。《地面師》咧係講咗經濟史一個好重要嘅題目嘅，就係日本失落嘅經濟30年啊！咁啊佢係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嘅。呢個失落嘅經濟30年咧，直至到安倍晉三上台後咧，日本嘅經濟先有改善。尤其是啊，你喺90年代或以前咧喺日本買咗樓嘅。咁啊，喂，嗰啲樓價係暴漲喎，嗰陣時啊，簡單嚟講就係50年至到去91年、92年，日本係經歷40年嘅樓價暴漲。咁咧喺嗰個年代買咗樓嘅，如果你早啲嘅50、60年代買嘅都好啲。如果你係80年代尾、90年代初買嘅，後來嗰30年咧，基本上你淨係供樓，但係樓價就唔升喎。咁好簡單啦，當一個地方啲人樓價唔升嘅時候，咁啊佢當然有好處啦。你話年輕人上車好，咁但係我就話呢個係葉公好龍嚟嘅。因為樓價唔升咧，就代表咧你個消費力都會疲弱嚇。樓價唔升嘅時候咧，你資產又唔升，因為大部分人嘅積蓄咧就係買一層樓度啊嘛。你個資產就係一層樓度，佢唔升嘅時期咧，你個消費力咧亦都會疲弱喎。因為你使幾多錢咧，唔係純粹根據你口袋有幾多錢嘅，你使幾多錢咧係根據咧你嘅信心，呢個消費者信心指數。而信心咧好大嘅比例咧係根據你嘅資產是否升值，股票啦、樓啦。咁但係問題，你買咗樓嘅人咧，又好即係大部分咧中下階層咧，又冇錢去買股票啊，冇錢去買黃金啊，冇錢去買其他嘢投資噶嘛。你嘅90%嘅錢，9成誇張啦，可能60%或以上嘅錢砸咗一層樓度。咁結果咧，日本咧有所謂嘅迷失30年，90年代至到去安倍晉三所謂嘅安倍經濟學出現之前咧，日本嘅樓市都係疲弱嘅。咁安倍晉三上台嘅時候咧，就係遇到日本咧有東京奧運。咁樓價開始升喎，加上咧安倍晉三咧用咗呢個嘅幾個好重要嘅政策，就係負利率政策啦嚇，咁啊鼓勵啲人咧去即係唔好儲錢啦銀行喎，負利率啊嘛，你擺喺銀行度會負利息嘅喎，咁啊會蝕越嚟越少錢，你又想辦法買股票啦，同埋買樓，所以日本咧嗰幾年咧股票同樓就暴漲啦，咁然後咧又吸引外資啊，就鼓勵咗投資移民啦，咁啊好多香港人都係。包括蒙嘉慧鄭伊健嘅太太都喺日本做房地產投資喎，咁有啲外國人嚟嗰度買，咁所以咧日本嘅房地產咧喺過去10年咧係升嘅，咁但係當然啦，外國人買咧就冇乜着數嘅，因為咧佢雖然話樓價升嘅，但係匯水就跌喎，因為咧安倍經濟學咧仲用咗呢個嘅呢個嘅量化寬鬆啊，導致到咧日元咧，我10年前去日本嘅時候，哇仲記得係講緊10算嘅，港元換日元係10算，喂而家我啱啱去完咧係4算幾5算。好彩我就係啱啱上個月去日本前咧4算幾嘅時候就買咗日元，結果咧去到旅行嘅時候就暴升咗10幾個 percent 嚇，咁啊係爭幾日嘅啫，爭幾日咧就買貴嘢買貴10幾個 percent 噶啦，咁啊所以日本嘅經濟咧，所謂迷失30年咧係直至到呢幾年先走出谷底，咁但係當然而家亦都面對住其他嘅問題啦。就係日元跌，咁啊日本人咧個購買力低咗好多，因為好多日本人男性咧，佢哋揾嘅錢啊年收入係講緊係唔係好多錢嘅啫喎，一個月啊係講緊30-40萬日元嘅啫喎，一年咧係講緊幾百萬日元嘅啫，咁啊以前10算嘅時候咧都唔錯嘅，你話400萬日元咁啊換翻都係40萬港紙年薪啦都唔錯嘅，咁但係而家你跌到去4算5算嘅時候咧，你嘅消費力咧就低咗好多啦，你買外來嘅產品買 iPhone 就覺得貴喎。或者係外國啊消費又覺得貴嘅，咁所以咧以前咧我哋去歐洲旅行咧90年代，啲人咧全部都以為我哋係日本人嚟嘅，因為一去到嗰啲羅浮宮啊，佢哋同 Konnichiwa 咁啊就咁樣啦，人哋 Japanese Konnichiwa 咁我哋就望住，即係90年代嘅時候咁樣啦。咁啊原因係咩咧？因為咧70年代開始啊，即係日本咧係稱霸全球，當時咧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，咁啊費正清咧佢係研究東亞史啊嘛，咁啊研究中心咧有一個新星嘅學者，咁而家已經過咗身啦，叫做傅高義教授。傅高義教授咧就寫一本書，就叫做 Japan as Number One 啊，就係從呢個歷史同文化角度解釋點解日本會稱霸。日本喺嗰個年代有咩稱霸？汽車稱霸咗啦，30重工喺機械上面係稱霸啦，Toshiba。咁啊喺船隻啊引擎啊各方面係稱霸晒，家庭電器 Panasonic， 汽車就係呢個嘅本田、豐田咁三菱、日產等等呢啲全部係稱霸全球。鋼琴業雅馬哈同埋卡哇伊，因為價錢平啦，而且質素高，就打敗晒啲歐洲嘅傳統鋼琴喎。
啲中價錢嘅家庭鋼琴咧，就個個用雅馬哈卡哇伊喎。咁所以日本可以係每一個領域都係稱霸世界嘅。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咧睇電視節目，有一個節目叫做《日本風情畫》，哇！真係覺得日本係好似新時代咁樣嘅，引領全球嘅，每日都有新嘅科技喺度嘅，覺得係好犀利嘅嗰個年代。咁所以 Japan as number one， 日本係第一嘅嗰個年代。咁但係好景不常啦，日本去到90年代咧就陷入咗所謂嘅迷失30年。咁呢套電視劇咧，其實咧就係講類似嘅情況，就係講日本喺迷失30年咧前啊，其實就有一啲工作叫地面師。呢個地面師咧就好明顯啦，聽佢就知道啦，係一啲非法嘅工作嚟嘅。呢啲非法嘅工作咧就係做騙子、做老千啊，就係呃人錢嘅嚇。咁呃人錢咧就呃啲咩錢咧？就呃嗰啲即係房地產商嘅。地面師とは他人の土地の所有者になりすまして売卻を持ちかけ、呢個房地產商咧就為咗要賺錢，不動產收入を騙し取る，要出售啲即係要買土地。咁土地好珍貴啊嘛，大家知道啦，日本好多土地喺東京都好多係由江戶時期留落嚟嘅，就要賣嗰個土地。咁點樣賣土地咧？就扮係個土地嘅持有人，就話咧佢哋係老弱傷殘啊。咁然後咧入咗老人院啊，或者患末期癌症，然後咧就透過調查，然後就揾其他嘅戲子嗰啲老千去扮佢哋嘅土地繼承者，就話俾佢哋知咧係想賣笪土地，然後就揾地產商。70-80年代就好流行呢個嘅地面師啊，即係土地詐騙。咁但係90年代之後就唔流行啦，因為90年代後咧日本嘅房地產咧就一片死寂。咁房地產一片死寂就好大件事噶啦。因為咧佢樓價暴漲咗幾十年，結果咧90年代開始之後樓價唔再升喎，啲人咧就供樓繼續，但係你發覺咧供嚟都冇用嘅，因為樓價係唔會升，所以啲人咧消費力係越嚟越疲弱。咁所以有人話而家咧中國係陷入咗日本嘅迷失30年，一樣道理啦，又係中國過去嗰30年咧好依賴房地產，咁啲人就供晒樓咯，買晒樓咯，啲中產階級。而家中國嘅樓咧係可以住到30幾億人嘅。中國人口成2倍3倍先入到去，要印度同巴基斯坦所有人移民嚟中國先可以住滿晒中國嘅屋。所以喺咁嘅情況咧，喺呢個嘅供過於求嘅情況，中國人嘅樓唔會再升啦，甚至乎會不斷跌添。咁加上咧即係政策同埋人口老化嘅問題，日本喺90年代又遇到人口老化嘅問題，日本係排外，所以咧日本咧一直係好少外來移民，本地人咧亦都經歷幾十年之後咧戰後人口嬰兒潮過去咗啦，其實好多發達國家都係咁啦，歐洲全部都係咁啦，加拿大全部都係咁，但係佢哋嗰啲國家咧好啲，就有移民入嚟。咁日本咧就冇移民喎，所以咧喺戰後人口嬰兒潮過去咗之後咧，喺50年代啲人可能生4、5個、6、7個，因為打仗原子彈搞到咧好多人死咗，咁然後土地咧好多丟空咗，所以咧就生多啲出嚟咧去耕田，生多啲咧出嚟做工廠。就補充勞動力，但係去到70年代2個就夠晒數啦，好多人都生2個啫，80、90年代生1個，咁所以咧好明顯啦，就係買樓嘅需求越嚟越少咯。咁所以日本陷入咗迷失30年咧，係從人口老化同埋以前嘅房地產暴漲泡沫爆破有關。中國同樣陷入咗呢個情況，中國而家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咗啦，咁啲房企倒下啦，一倒下，咁銀行業咧就會接踵而嚟倒下咯。咁加上咧，中國嗰個人口老化，躺平族出現，爛尾娃出現咗。即使放寬翻2孩3孩政策，冇人去生喎。墮胎數咧，每年咧係逐步遞升。點解啲人墮胎啊？就知道冇前途嘛，生出嚟咧係爛尾啊嘛。咁所以寧願墮胎。所以中國咧而家咧墮胎，我之前係研究過啦。中國每1000名婦女有28名婦女咧係合法墮胎，非法墮胎咧可能咧。即係不計其數咯，以數百萬計喎每年，係比起歐洲咧講緊咧1000名婦女咧，德國7個係高4倍喎，中國係呢個情況就係因為咧爛尾出現嘅情況，所以中國會唔會陷入咗日本嘅迷失30年咧？今日就講下啦。其實之前咧我係解釋過啲都市傳說噶啦，因為呢個都市傳說咧，啲人就話日本係因為美國佬搞衰，最衰都係美國佬。咁你睇睇呢個數據咧。係咪？日本咧喺呢個廣場協議前後嗰個發展係點？首先我哋睇下個 GDP 先，左邊嗰幅圖，1956年咧去到日本嘅 GDP 咧係講緊超過20%嘅增長嘅。如果你睇翻1950年開始，即係呢個嘅當時美軍仲係即係干涉緊日本嘅內政啦。喺嗰個情況底下咧，
都係有雙位數字增長。咁所以日本由呢個嘅戰後去到80年代，佢係平均咧係講緊雙位數字嘅增長，比起中國嘅 GDP 咧仲要係高嘅。中國嘅改革開放 GDP 係不如日本嘅戰後經濟奇蹟。咁所以今天好多中國人好自豪啊，中國人啊如何，其實日本當年經歷過，仲比中國咧係更瘋狂嘅。咁啊，直至到去80年代咧 ，GDP 增長咧都唔差，都有講緊5-6%。咁但係咧廣場協議前咧84年咧已經跌嘅啦，已經低過5%嘅啦，因為太高速啦，增長咗太耐。咁所以咧就係高位回跌啦。咁因為嗰個基數亦都高咗啊嘛。但係廣場協議之後咧，日本嘅 GDP 咧又翻到去8%、7% 以上咯。直至到去92年就變成咗負增，即係92年開始就接近零增長或者負增長啦。咁啊92年之後咧就係1-2%，咁去到96年以後咧就負增長喎，好長時間啊2000年啊挨住都負增長，直至去到2010年代安倍晉三上台之後咧，先開始有正增長嘅，所以叫日本嘅迷失30年，係從以前嘅高位跌。咁所以而家有啲人話咧，香港啊由亂及治，由治及興。香港嘅競爭力咧係全世界頭10嘅，但係以前係競爭力係頭1、頭2喎，而家係頭10啊，跌到7位、8位啊，各方面嘅指數都開始下跌咧，就係由高位跌落。咁日本咧，佢因為咧喺70-80年代係第1、第2嘅 ，Japan as number one 嘅，同美國係叮當碼頭嘅。咁啊後來俾中國追上啦，後來俾歐盟啊嗰啲咧係即係分薄咗啦。咁所以佢仍然咧喺30年嘅迷失時期咧，佢講嘅 GDP。係經濟都係世界第2、第3經濟體嚟嘅，咁但係佢比起高峰時期係滑落啦，即係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啊！所以日本人點解咁痛苦就咁解啦。佢仍然係全世界最發達嘅地方之一，但係就係以前係富貴開，以前係魚翅撈飯，變咗90年代後咧，佢哋就要勒緊褲頭啦。日本人咧就興 AA 制啦，咁然後就要減少消費咯。喺屋企打機啦，多嗰啲草食男啊、電車男啊，減少無謂嘅消費嘅情況咯。睇 AV 越嚟越多啦，用 AV 嘅娛樂去取代咧以前嘅歌舞伎町啊嗰啲咁嘅娛樂咯。咁所以日本嘅故事就不在咯。咁呢個係主要問題。咁但係廣場協議1985年，你見到廣場協議之後咧，日本嘅 GDP 增速咧係反彈嘅，由4%咧升翻上去8%，升咗接近1倍嘅。咁所以廣場協議咧並唔係好似想象中咁咧令到日本嘅經濟下滑，反而廣場協議咧係令到日本嘅經濟係上升嘅，係泡沫化上升。你話廣場協議搞衰咗日本，呢個係好間接嘅，佢係加速咗日本嘅泡沫。點解咧？因為廣場協議咧，美國係為咗關稅保護，令到咧美國自己係可以少啲依賴日本嘅貨品啦，唔好再買日本嘅汽車啊，唔好再買日本嘅機械。用翻自己美國本土嘅，咁呢個係佢有保護，但係佢同時間咧，就因為迫使日元升值，令到日本人啊喺美國度大舉收購美國嘅資產，包括呢個 Sony 啊，係咪啊？包括呢個嘅 Toshiba，包括好多嘅公司喺日本啊嘅公司去咗美國收購，豐田啦、康打、本田呢啲全部咧，三菱、日產喺美國咧大舉收購。所以咧就令到日本嘅企業咧喺85年之後咧開拓咗海外嘅版圖，收購呢個嘅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廣場啊等等，收購咗好多美國嘅地標歐洲嘅地標。所以咧我就話90年代去全世界旅行咧，啲人都以為你係 Japanese 啊嘛，個個同你講 Konnichiwa 噶嘛Ohayo 噶嘛，就係咁解啦。咁所以廣場協議係咪令到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咧？呢個係非常之間接嘅，佢加速咗佢泡沫。咁日本人因為資產多咗咯。佢日元升值啊嘛，咁所以咧房地產咧就係一枝獨秀，啲人咧有錢咧喺海外就套現咗賺咗錢翻嚟。你見到咧喺呢個嘅房地產業啊，其實咧個升浪咧就係1975年開始升啊 ，Japan as number one 開始升，但係好明顯到87年咧就係即係以呢個嘅急速上升，去到91年就破滅咗啦，開始下跌，但係破滅嘅開始下跌咧都仍然係高位嚟嘅。咁跌到去2000年代咧，就其實跌翻到去70年代嘅價錢。咁所以呢個真係慘啦。即係如果你係91年咧喺日本買樓咧，你嘅價值咧其實係70年代嘅價值嚟嘅，但係通貨膨脹啊各方面嗰啲全部係跑輸大市。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地面師呢個工作就減少咗啦。直至到東京奧運開始，地面師又開始出現翻，就係土地買賣。但係即係呢個嘅地面師咧，就係土地欺詐啊嘛。點樣土地欺詐咧？佢根據真人真事，呢個真人真事咧
係喺日本呢個叫積水房屋事件，所以啦，有啲人話拍呢套電視劇嘅時候啊，喂，其實都要考慮埋積水房屋咧嗰個感受喎，因為佢係日本大地產商嚟喎，會唔會斷咗廣告啊？咁啊，呢個日本積水房屋咧，十幾年前咧就睇中咗一笪地，呢笪地咧就係海啊，叫做呢個叫做海之館啊，其實就喺五反田站行10零分鐘就到嘅，咁見到啦嗰個地方咧，其實距離東京灣就好近嘅喎。喺整個灣區嚟喎，東京灣區，咁啊去海邊好近，非常之近嘅，係近呢個五反田 JR 站，行過去15分鐘嘅土地。咁咧當時咧有一啲嘅地面師就開始浮現翻出嚟啊，因為東京奧運啊嘛，咁啊東京都咧嘅樓價又開始升咯，加上安倍經濟學，咁啊開始升咯。咁所以咧佢哋有啲人咧就係模仿就做騙子，就扮係個土地嘅繼承人，然後就放風話俾中介知，就話要賣笪地出去。然後偽造護照、偽造印章、偽造身份證，揾晒所有嘅演員，超過10個人，就係扮地產中介、扮呢個嘅律師、扮呢個嘅受託人。咁其實咧中間有好多破綻嘅，譬如話個 email 咧係啲免費郵件 email， 你見到個地產公司用免費郵件 email， 你都會考慮下會唔會係有問題有伏啊？咁啊，但係咁大間公司喎，積水房屋，最後咧就係買咗笪地，用70億日元，當時係仲做緊接近10算嘅。即係相約係7億港紙嘅，就買咗笪地，但係笪地咧拎上去申請嘅時候咧，土地轉讓就俾原業主，即係真正嘅業主就反駁喎，話我冇有土地交易喎，最後咧係只能夠攞翻10幾億嘅中介費，因為佢中間係經過啲真嘅中介，假中介再揾真中介，當中咧甚至乎係有人舉報過，話呢個嘅房屋土地買賣咧係假嘅，但係積水房屋啊。嗰個負責人小田咧，仍然係堅持要完成呢個交易喎，咁所以即係冇鬼啊，唔死得人啊，所以好多人懷疑裏邊係有鬼，咁所以呢個 Netflix 嘅電視劇集咧，就係模仿呢一單案件，就係誇大咗，當然啦，就作成咗2單嘅地產詐騙，就係2單嘅地產詐騙咧，就係貫穿咗7集，個緊張程度咧就同呢個嘅半澤直樹咧，可以話係不相上下嘅，所以有興趣可以睇下嗱。至於劇集裏邊嘅嘢咧，我就唔穿橋，咁佢係模仿呢單真實嘅案件啫，但係裏邊係即係千變萬化咗，咁我哋就唔穿橋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咁但係從呢個新聞去睇到咧，日本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咧，30年係幾痛苦嘅。而家中國係咪經歷緊同樣嘅嘢咧？第一就係過去嗰10幾20年，中國嘅房地產因為高鐵嘅原因啦，就係爆炸式上升，結果而家泡沫爆破咯，而泡沫爆破咧就鎖死咗嗰一代人啊。70後、80後、90後嗰啲人咧就買咗樓，而嗰啲人咧買咗樓咧，嗰啲而家仲要不斷咁供緊，但係供緊嘅時期咧個樓價價值咧就已經跌咗去10幾年前啦，所以近呢10年買樓嘅人咧全部輸錢，而你係見到個樓係唔會升翻上去嘅，因為頭先我講過啦，30幾億人可以住到啊嘛，而家係至少喺2、3線城鎮係唔會升翻上去，北上廣深會唔會升翻上去咧？個機會可能有。至少唔會跌得咁慘，因為有剛性需求。但係2、3線城市啊，講緊廈門啊、昆明啊、大連啊、石家莊啊，哇，最犀利就係雄安新區啦。呢啲點都唔會升翻上去噶咯。咁所以咧，呢一代人70後至到90後，佢哋嘅收入咧就會鎖死咗喺樓市裏邊，而唔去消費咯。降級消費啦，不斷降級消費，咁整體市道咪疲弱咯。整體市道疲弱啦，中國嘅經濟咪翻唔到上嚟咯。咁佢哋又唔生仔咯，佢哋越生越少，甚至乎唔生仔。咁啊，日本咧都係要安倍晉三開放翻移民。咁喺10幾年嚟咧多咗好多。而家你去日本咧，你都見到啲便利店咧，有啲巴西人啊，有啲東南亞、菲律賓啊，嗰啲多咗外勞喎。咁但係中國咧，佢本身10幾億人，一個10幾億人嘅國家，人口老化，你點樣輸入翻幾億人入嚟解決人口老化咧？係解決唔到嘅。所以只要中國人一日唔生娃，一日都解決唔到呢個嘅房屋爆破所帶嚟嘅後患，所以而家中國又會有30年啦。咁但係當然中國咧有一個好處嘅，如果人工智能發展得夠成熟，可以取代人手嘅速度越嚟越快，可以逃避咗呢個嘅人口老化而帶嚟嘅迷失30年嘅情況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中國仲有一個，日本仲要考慮埋中國仲要考慮埋日本一個因素，就係日本吸引好多外資喺呢10幾年，因為日元跌咧，所以好多人咧就去日本消費啦。日元跌咧，就有好多人咧入去日本購物買嘢啦，係咪啊？買 Chanel 都去日本買啦，
係咪啊？買名牌去日本買仲抵過歐洲買，抵過香港買。咁但係中國可唔可以大幅嘅貶值咧？人民幣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。就算大幅貶值，外國人夠唔夠膽好似去日本投資咁買日本嘅股票、買日本嘅房地產、買日本嘅資產，咁去中國度買咧？呢個就涉及於中美關係咯。咁所以中國是否能夠走出日本嘅30年陷阱呢樣嘢咧？而家睇個局勢就似乎唔樂觀嘅。用科技可以拉動到，但係科技咧拉動到幾千萬人嘅國家、幾億人嘅國家，拉唔拉動到10幾億人嘅國家咧？10幾億人嘅國家係咪都需要真係用大量嘅勞動力咧？所以點解習近平而家即係咁心急係要解決人口老化嘅問題啊嘛？甚至乎高志海人哋問佢即係大外孫啊，中國有咩要改善啊？佢都話人口老化咧係做得唔夠㗎，呢個問題解決少子化呢個問題。唔可以透過本國啲人生嘅，根本唔會生，係一定要輸入嘅。咁但係中國如何輸入咧？係咪係接晒啲亞非拉兄弟嚟咯？即係揾多啲亞非拉兄弟嚟，然後揾多啲中國嘅人去伴讀男人釘人，咁就可以生多啲咯。係咪咁樣咧？否則嘅話就難以解決啦。Anyway 咧，今日就係從呢個嘅電視劇就講到中日兩個經濟史嘅重大課題，有興趣可以睇下。今年嗰本書再版咧，就會將我個內容咧，即係加入去，就更加豐富嘅，好嘛？今日講到呢度，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文字版，咁啊，今個禮拜已經上咗課，就係講呢個中國近代史，講到抗日戰爭嘅歷史，咁有興趣可以再 Patreon啦，15蚊美元就可以無限重溫，多謝，拜拜。